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下 TechUI Lite 科技风格的动态 SVG UI 框架。这个主要是 Dashboard 的一些开发，类似国内的这种大屏、大数据展示等等。这是一款完全免费的框架，大家可以随意的在任何的项目去用。虽然免费，但是没有开源。它的核心组件库呢是放到那个 NPM 上的，也就是大家在安装Lite的时候，会从那个 NPM 上面去下载这个包。这个包呢，主要是由几个部分组成吧，一个是 CSS， 一个是它的一个调用的一个 JS 文件，还有一个是 WASM。这个 core.min 这个文件呢，它是一个 WASM 的一个胶水代码。大家都知道 WebAssembly 的后缀呢，它是 WASM。然后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它其实是在整个这个核心包里边，它起的是一个计算的作用。比如说自适应的时候的一个计算， SVG 节点的一个计算。那 SVG 呢，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科技风格的这个装饰元素呢，全部都是拿 SVG 来写的，是动态的 SVG。正常来说的话，一个普通的一个 SVG 图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复制的方式，然后把这个贴到 Illustrator 里边去。正常来说，一个 SVG 元素呢，如果想让它去适应任何的容器的话，你只有去把它拉伸。比如说我们一个 DOM， 它是一个细长型的一个，那 SVG 如果说根据这个 DOM 去自适应的话，拉伸的方式去自适应的话，然后它就会变成这样，它会改变这个图形原先的一个比例。这种方式呢，肯定不是我们所想要的。然后我们所想要的是这种，就是它的节点说白了都是在动态的自适应。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些呢，就是 SVG 的一些节点。那比如说我们在改变这个 SVG 的宽和高的时候，这些节点都会被重新的绘制。然后我在简介上也那个标明了，我是受这个加明 Hi Data View 开源组件的启发，然后去做的这些工作。我一开始是看到了这个 DataV 这个组件之后很受启发，然后我就用它来做那个数据可视化方面的一些开发。但是呢，就是在使用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就是它这上面所提供的一些组件都有些或多或少的问题吧。比如说这个 DV Border Box 1，它的这个动画闪烁的速度太快了，然后我就找到它的那个源码，相当于改了一个自定义的一个版本出来。因为它这个是完全是源码的方式嘛，大家也可以去那个 GitHub 上面去看它的一个这个源码，然后去学习它是怎么一个思路。我的整个这个 TechUI 的这个开发呢，全部都是基于它的这个一些理念吧。如果没有它的话，我也不会受启发开发这样的一个框架出来。所以说我是站到了巨人的肩膀上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 demo， 给我的感觉呢，它就是一个纯粹的开发人员做的一些 UI， 然后就是整体呢美观度呢并不是太好，并且呢它的这个自适应组件我感觉是有问题的，就是它的自适应这个逻辑我没有细看啊，但是呢它的这个全屏容器自适应的这个效果呢比较糟糕。我后续会讲解一下我的这个自适应的方案，我并没有去用它的这个自适应方案。它这个尤其是在一些 4K 屏幕下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法看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它的这个只能是全屏的方式去看。如果是你在非全屏的模式下看的话，你看在下边的这个有些内容是被截取掉的。其实它的这个自适应方案的话，并不是太理想。大家可以去看它的源码，然后学习它的一些理念，还是非常不错的，给了我很多启发。其实整个它的这个组件呢也不是太复杂，你看除了这些 SVG 的这些节点之外，也没有什么太复杂的东西。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些节点的一个计算过程。基本有一些固定节点，比如说这些是固定节点，然后这些的话就是动态的计算节点，它会根据整个 DOM 容器的宽度和高度来计算每一个节点。所以说
之所以能实现 SVG 的动态呢，就是因为就是根据这个传入的参数，然后来去计算每一个节点，然后并没有好的开发工具可以让你去可视化的方式去开发这块，所以说这块的开发呢完全是手写的，然后这个节点呢你也需要在脑袋里边去想应该是怎么去它偏移几个像素等等，你需要去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呢，就是这块的开发其实还是有点难度的。为什么呢？就是你需要有一定的设计功底。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些边框，就有一些呢，我感觉就是美观度的话就比较一般。比如说这个 DV 包的 Box 4，我最喜欢的它的一个它的一个边框是这个 DV 包的 Box 11。然后13、12这些都比较中规中矩，然后也还挺好的。然后它的这个配置项呢有点太少了，这也是一个就是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不满足我的需求的一个点儿。因为就是说我需要就是有非常多的一些配置项，然后可以供我来去把它改的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我的这个 iIntech 包的 A1， 然后它呢首先是有4个方向的一个变形，然后其次是可以有标题，可以没有标题，没有标题的话就上面加了一个这样的装饰，有标题的话就加一个标题。这个标题的话它可以通过 title wise 来给它定义这个标题的这个宽度，然后也可以给它比如说加一些发光效果的一个 range，然后还有它的一个装饰的这些小的这个三角，让它显示隐藏等等，或者说我整个切换一下这个 decoration 的这么一个效果。我一个边框呢，就是可以让它千变万化另外呢，就是它是一个免费的框架，是从付费版剥离出来的。目前呢，就是Lite 版的框架呢，就是有这么多组件。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文档自适应组件、图标组件、科技面板、科技按钮系统标题、面板标题、装饰框、矢量背景、loading 这些再说吧，这些是一些辅助性的。我们用到的时候，我们写代码用到的时候再说这些。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经常会用到的就是这个科技边框。科技边框呢，就是可以让我们比如说把图表或者内容放到这里边，然后让它变得更有科技感。另外一个就是系统标题，系统标题的话就是放我们的这个就不用讲了，系统标题大家都明白我目前呢就是放了这么4款呢，可以有些变形，然后可以自定义。具体自定义的这个参数呢，大家可以在文档的这块系统标题这里边找见。然后对，大概都写了它每一个参数都是干嘛的。不是所有的这个标题组件都有这些配置参数的，比如说动画的速度、动画开关等等它只有这个 System Title A1具备，因为就是说其他的这个标题是没有动画效果的。科技按钮，这个科技按钮的话，它是有4种状态的 ：Normal、Active、Disable， 还有一个 Hover。这样光标 Hover 的时候一个状态，然后它呢可以就是做非常多的这个自定义，比如说 Normal 的状态下它的文字是什么样的， Hover 的文字背景边框等等，还有它的一个 Decoration 的一个颜色。 Decoration 的话就是有2个颜色，然后它可以 Scale， 整个 button 都可以通过 Scale 的方式去放大缩小等等。因为就是说我当时写这个 button 的时候，我觉得高度没必要给它自适应，因为就是说一般来说我们按钮呢就是文字的这个长短的一个区别，然后它的行高的话感觉是没有太大的必要去给它设置的。然后但是呢，就是遇到有一些特殊的场景需要去给它放大整个按钮的时候，那我就加了一个 Scale。这个 Scale 的话其实它是不是太好掌控的，所以说如果用 Scale 的状态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用绝对定位。这样的话就是你的这个
button 就不会出现叠加啊等等这种情况，你需要自己去手动去控制一下它的位置。这个是用 Scale 的一个缺点吧，但是一般来说，我们需要放大按钮的地方的话，一般都是特殊的，需要绝对定位的地方。好，快标题。快标题呢，它是为了弥补科技边框里边不具备标题功能的这些 panel 的一个补充性的一个组件吧。比如说我们 B1、B2、B3、B4，它都是本身是不带标题的。那不带标题的话，那你就如果你需要加一个标题，你肯定是需要绝对定位啊之类的去给它加一个。那我们提供了一个快标题组件，直接就是引用这个组件，然后去给它配一下。你可以不给它配置这个 config， 如果你要比如说宽度要调一下，文字大小要调一下，那你就给它配置一下这个 config。装饰框组件，这个装饰框组件的话，就是如大家所看到的，就是前面比如说 A1、A2、A3， 它是一些等高等宽的SVG 元素，你可以通过 Scale 来给它放大缩小，然后它的主要目的是放一些图标啊，放一些数字翻排器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去切一下看一下它对它的一个数字翻排器的一个效果。然后 B 开头的这些组件呢，它是一个宽度自适应的，比如说我们这里边放的这个数字翻排器的这个数字呢比较长，那它可以自适应到这么宽。我们看这个全屏自适应组件，全屏自适应组件这个呢非常的重要。目前可以说市面上所有的这个自适应呢，全部都是用的一个等比缩放的一个功能。等比缩放的话是什么样的？我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 Dashboard A。比如说我们这个 Dashboard A 给它定的呢是1920×930的一个宽度。为什么是930呢？就是我们刨去这个任务栏，刨去浏览器的这个标签栏、地址栏、收藏栏这些高度之后，它这个浏览器的高度，如果是在1080p 分辨率下，它的高度就是930。当然这个东西就是完全是我自己定的，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分辨率啊什么都不同。最基础的分辨率的话，应该就是1920×1080，或者说1080p 这个分辨率已经是现在行业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标准吧。正常来说，就是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我这个页面定义的是1920×930 Dashboard A-index， 那我们宽度没有定义，因为宽度不定义的话，默认就是1920。对。高度的话，如果你不定义的话，它默认的是1080。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如果是1080的这么一个分辨率的话，那你必须给它全屏，就是1080的这个分辨率必须全屏，才能让它左右没有那个这个黑色的边框。因为我们整个分辨率呢，我们是按930开发的，所以说它就定到930了。如果你全屏看的话，它上下会出现黑边。那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就是高级版里边的一个功能了。高级版的话，它是有一个高度自适应的功能。比如说，我们930的分辨率下的话，它可以占满屏幕。那我们全屏的时候，你看它所有的图表，它都自适应了一下，然后整个这个容器也自适应了一下。它是用了一个高级模式。我们可以在文档里边看到它的一个介绍，有自适应面板。完整版有4种模式，第一种的话就是等比模式，也就是说 Lite 版的话，我们只提供了这个等比模式，因为现在绝大多数的这个可视化的这个开发都是用的这个等比模式。那我们提供的这个是足够的用的。那如果说其他的模式的话，我们就只是在高级模式里边去提供了。但是给大家讲一下这四种模式的一个区别。高级模式是在等比缩放的基础上增加了特定比例范围内高度的一个自适应的一个功能。怎么理解呢？就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它可以占满全屏，它现在这个比例应该就是1920乘以1080的一个比例。那比如说我们在超出这个比例范围之内，我们把它高度拉得更高一点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它上下又出现黑边了。因为我们不可能让它自信的时候给它一个无限的一个范围，所以说我们给它设定了一个特定的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大概是什么呢？就是1920除以1080这是一个点儿，这是一个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比例范围，应该是在 1.777 左右。然后最小的一个比例是什么呢？我们往小调。OK， 这个时候就是它的一个最小比例，最小的这个范围呢，就是1920除以930的这么一个比例，大概是就是2左右吧，就是宽高比在2.0点几左右，大概这么一个范围。如果你再小的话，它也会出现左右黑边。就说我高级模式呢，主要就是弥补那个我们正常那个最大化的时候的这个观感和全屏的这个观感。那这个是高级模式，只有在那个高级版的这个框架里边才有的。然后免费版的这个框架的话，它就是一个等比缩放。如果说你是想那个就正常的在最大化模式下看的话，那你就用930、940等等这样的一个高度。如果说想在全屏模式下看的话，那你就给它改成1080p， 1080的一个高度。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注释了这个 height 之后，它的默认高度就是一个1080，它就可以占满屏幕。然后至于比如说这块图表的一个就是它有些许的重叠，这个的话就是小问题，就我们可以比如说，因为我们高度都是固定的嘛，那我们就可以去把它的 size 去调整一下。好，我们改回来。其实左右黑边呢这个问题是左右黑边或者上下黑边的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比如说我们 Dashboard B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整个这个背景都是铺满的。其实这种的话也在观感上也还可以能接受比如说这个 Dashboard C、Dashboard D， 对吧？它的整个背景是占满屏幕的，它没有一个边界感。但实际上说，当我们拖出来这个地图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还是有一个范围的，它只是这个背景占满这个屏幕了。也就是它渲染的时候，还是渲染的同样的这个中间这个框。OK， 这块的话我们就讲到这，然后我们看一下其他的自适应面板。自适应面板的话，高级版里边还有2个模式没讲简单过一下。就是拉伸模式，这个的话比较特殊，这个是修正那个一些老旧大屏的时候它的一个比例，比如说我这里边应该有例子比如说那个正常来说，我们一个有的那个大屏就非常的老，它很多块屏幕拼起来，它也就是个1920乘以1080的一个基础分辨率我遇到过好多的这种大屏，企业拼接屏。比如说这个例子当中，它是一个4:2的一个屏幕，每块屏呢，它的基础分辨率是 1080p， 也就是1920乘以1080。但是这8块屏拼到一起之后，它还是个1920乘以1080，这个在老的大屏里边是很常见的。然后这还不是要命的，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屏拼到一起之后，它会横向的把所有内容拉伸2倍。那也就是说，不管你投什么东西上去 ，PPT 也好，然后数据可视化的这种系统也好，它投上去所有的东西都拉伸2倍，比例变形，看起来非常丑陋。然后这个时候拉伸模式就非常的管用了。那我们就用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去，比如说我们写一个那个带鱼屏的这种分辨率，也就是横向是个3840，
然后高度呢是1080，我们写一个这样的一个分辨率的一个页面，然后呢，我们通过拉伸模式给它那个挤压成那个1920乘以1080的一个基础分辨率，然后我们投到挤压之后的话，我们所有的内容是压缩到了原来的1/2，然后呢，它的这个物理大屏呢，它是会把所有的内容给拉伸成那个2倍宽度。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原先横向压缩了1/2的这个内容，我们投到这个老旧的这个大屏上的话，它的这个比例就恢复了，然后看起来相当于是给它1920乘以1080这个分辨率模拟了一个带玉屏的一个分辨率，用拉伸模式。这个呢比较特殊，这个拉伸模式。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滚动模式。这个滚动模式呢，我们可以在那个高级版的这个 demo 里边可以看到移动端大屏 demo A 还有科技装饰这2个页面体验到。那比如说那个我们给移动端开发了这么一个数据可视化的这么一个页面，我们需要去滚动它，然后我们要想去适配任何的分辨率，那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个滚动模式了。滚动模式的话，它的高度、它的宽度是固定的，但是它的高度是在根据这个屏幕，然后去做了一个实时的一个计算，计算完之后，然后就完美的自适应。我们可以大概看到它的一个自适应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科技装饰，那科技装饰呢？这个其实也是用的 scroll 模式它呢是宽度是固定的，然后高度是在实时的计算，这就是一个 scroll 模式。4种的自适应模式就讲到这里，然后我们继续 component eCharts。eCharts 这个组件的话，就简单讲一下就行了。我为什么要封装它呢？主要目的就是图表的数据和配置项做一个分离，然后其次呢，就是我要去统计每一个图表它的这个加载完成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页面里边，我们可以看到1、2、3、4、5这上面每一个也是6、7、8、9 9个图表。那这9个图表你得判断它什么时候全部加载完了，然后这个 loading 效果消失。如果说你不去封装它的话，其实这个事情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那你如果封装了它之后，我每一个加载完我都这个 chart counter 加1，然后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我写了9，我就必须得有这个 counter 9下，我才知道它加载完了。这个地图不算这个地图我没有用那个高级版里边封装好的这个地图组件。这个地图的话，就相当于是就是用 eCharts 随便实现的这么一个地图，所以说它是不算的。然后，但是在高级版里边地图也算是这个一个图表。然后你这个地方 chart counter， 我们在配置这个 adaptive panel 的时候，这个地图也算一个。那比如说我这个修改成10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么多图表，那它这个 loading 效果就会一直存在，因为你没有10个图表全加载完，你加载完之后也就是9个图表。那如果说你改成1，那就是图表还没加载完，它这个 loading 就消失了。那遇到一些网速比较慢的时候，你请求，因为每一个图表都需要去请求一个接口嘛，那你遇到那个网速慢的时候，这个图表数据加载完了，它就 loading 效果就消失了。大概这个就是起这么一个功能。OK， 这就是eCharts 的组件eCharts 组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每一个图表它的配置项实际上是非常的简洁的chart option 也就这点东西。就是正常来说，你要写一个这种风格的，你需要写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颜色值等等乱七八糟的这些。但是
但是我们在这里边的话，我们可以省略非常多的颜色值，比如说文字颜色啊，它的这个坐标轴的这个颜色啊，还有它的一个辅助线啊等等都可以给它省略。为什么呢？就是我在开发图表组件的时候，我写了一个公共的 chart theme， 就是图表的一个那个主题，就默认有一个主题，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主题里边给它定义了非常多的这个颜色值，让它能契合这个。但是如果说你要整个风格都要给它改变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你需要我们看一下这是 dashboard D， 我们看一下这里边图表。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就需要事无巨细的定义一大堆的这个颜色了，比如说 line color、font color 等等。然后我们在这上面大概写了一下，全局都调这个 line color、font color 等等。然后好，大概是这。我们再看一下 component loading。loading 的话，这个就比较简单了，这个就是大家看一下就行，这样去调它。我们不需要主动去调它，因为就是比如说，实际上我全屏自适应组件里边已经去调用这个 loading 了，也就是说你一些特殊的地方的话，你比如说你需要去给它写一个 loading， 那你就直接调它就可以。但是正常情况的话，这个 loading 已经被这个全屏自适应组件去调用了，所以就不需要再给它手动去调用。这个就不用看了，这个的话就是封装了一个 Xos， 大家都会封装。内置功能的话就是全局参数有一个 $state， 这里边有些什么参数，大家就自己看一下就行了。如果说你不需要去还是需要了解一下的，比如说 adaptive config。这里边有两个参数，一个是 chart counter， 一个是 resize counter。这个如果每次进入这个新的 adaptive panel 的时候，这些参数都会被重置。那你也可以手动的去重置，比如说调这个 rest adaptive panel， 然后就能把这些状态给重置了。还有一个是 vector bg config background config， 矢量背景的一个配置项。矢量背景没有讲。好，我们讲一下这个矢量背景。矢量背景的话，就是一个 mixin 文件挂载到了这个 Vue 全局，可以通过 this.initbg 来调用这个初始化。这个文档有问题啊，这个是高级版的，因为我们的这个 Lite 版它是没有这个主题的，所以说它的这个风格是写死的。当然你可以自己传参去改变它的这个风格，像我们刚刚演示的这个 dashboard D， 然后就是通过传参去改变它整个这个风格。那我目前这个矢量背景呢有两个，一个就是等高线因为这个图片压缩过了然后看起来不是太好，这个没关系，我们可以去实际看这上面的这个效果。我们看等高线的这个版本，还有这个六边形的这个版本，等高线的话是 A1， 六边形的话是 A2。我目前就只放了两个，因为我高级版也只有两个，因为我没有去写更多的这个。OK， 然后它的一个使用方式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如果说你自适应面板的话，那你其实是直接在这里边配置就行，比如说 background name 配一个 A1 都可以。然后它自适应面板的话，你这个讲到自适应面板的时候详细再讲吧。好，矢量背景，那它的这个初始化的话也如果说你不需要太复杂的，你就只需要初始化 A1 A2， 那你就直接这样写就行。这个矢量背景的话就简单讲一下，后续的话我们会详细讲这些组件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这个矢量背景它是怎么实现的，然后它的一个原理等等。然后内置功能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全局参数刚刚讲了，这个wasm 暴露的这些函数，这个的话可以不用管因为
你看这上面的这个说明还是有问题的啊，因为我是直接从高级版拷过来的。实际上我们这个 WASM 里边没有这些什么加解密许可证这些，但是有 SVG 节点计算，还有自适应计算等等这些。这个文档后续我改一下吧。全局的公共方法提供了这么多 ，reset any 这个是监控页面当中 DOM 的始终变化，并且触发毁掉函数 query selector 这些大概看一下，知道它是干嘛的就行了。最常用的可能就是这个 timer， 我用 set timeout 封装的，这个主要的话就是节流防抖的作用吧，最常用的节流防抖。就这些吧。数字翻排器的话，我是用的一个开源组件叫 VUE Digital Transform， 这个组件还是挺不错的。然后大家自己去看一下它的这个文档，因为它是一个3方组件，我就不介绍了。好，这一节的话，我们就主要介绍了一下TechUI Lite 里边这些组件，各个组件是干嘛用的。下一节的话，我们会具体详细的去讲解一下那个每一个组件的一个使用方式，还有它的一个配置参数的一个变化。然后后续的话，我会讲一下那个前端许可证的一个实现，因为这个东西是我的一个首创，然后我也希望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写这个前端许可证有什么作用呢？就是你可以，比如说我们自己写了某个框架，你觉得这个东西还是非常具有商业价值的，你又不知道怎么去保护你的源码，这个时候这个前端许可证它就能派上用场。尤其你不是一个后端开发的话，你一个纯前端，你想保护你的代码，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我可以就是在后面的课程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前端许可证它是怎么实现的。我实际上我用了2种方式去实现。第一种呢，就是用 ZS 混淆加密代码加密来做这个来做的这个前端许可证的这个实现。但是呢，其实它并不是太安全的一种方式，所以呢，我又用那个 WASM， 也就 WebAssembly 去把它重写了一遍这些逻辑。也就是说，大家看到这个高级版，然后就是用的这个 WASM，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 core， 它的这个 core 呢，也就是它的一个核心。我所有的加解密等等都放到这里边了。这个东西它是一个2进制的一个文件，也就是通过 Core Mini 这个胶水代码来调用这里边这些方法，传参、返回参数等等，然后做一系列复杂的这个计算。所以说它的这个黑盒特性呢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我在后边的这个讲解当中，我不会讲这个WebAssembly 的这个开发，因为这个东西开发还需要学那个Rust， 我是用 Rust 开发的。当然有很多语言是可以写那个WebAssembly 这个组件的，只是说就是我在各方面评估之后，我选了一个最难的这个实现方案，因为 Rust 这个语言实在是太难了，对于前端来说。讲到这个前端许可证的时候，我会简单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我是怎么学 Rust， 并且短用了不到10天的时间，把我之前那些前端许可证的逻辑都放到了 WebAssembly 里边去实现。就是为什么我短的我学习 Rust 用了5天还7天的时间，就简单过了一下基础，然后在 AI 的这个帮助下，然后怎么快速的通过10天的时间就把整个这个前端许可证这个组件改造完毕，给大家做一个这个经验的一个分享。好，今天的这一节的话就讲到这。因为这个框架是我新发布的，所以实际上也没多少人去用它，然后目前只有8个 star。如果这个框架能帮助到大家，希望大家给我一个 star。然后后续的话，我会推出更多的这些框架，或者说是教程类的一些内容。好，今天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